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，当你热情的追求之后呢，在这里我要讲一个故事，我把男主角称为小王好了，那女主角就称小美好了。小王呢喜欢小美很久了，所以呢，他为了想要得到小美的心，于是呢，他展开猛烈的攻击，就是可能跟他约会啊，然后送礼物啊，嗯，就是很多小地方都会很贴心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帮他拉椅子啊，又或者会记住他喜欢吃什么，又或者可能会记住他可能喜欢什么东西，给他一个 surprise。然后呢，可能他们会去海边吹吹风，然后会去山上看看风景，有可能会去夜游，看看夜景啊等等。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，让小美认为哇，这个小王实在是太贴心了，嗯，于是就终于答应跟小王交往。那当然，交往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热恋期嘛，那热恋期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过得很甜蜜啊，动不动就是赖啊，哎呀，我想你啊，你想我吗？你在哪里？有没有安全呐、有没有吃饭呐、就是都会很贴心的去关心对方。当然，小美也沉浸在这样很幸福的氛围当中，但是久了，然后小王就认为说，小美一定是我的人了，所以呢，就认为说，哎呀，已经这么熟识了，应该就像亲人一样对待了，就没有像以前会帮他拉椅子啊，然后可能也偶尔忘记他到底喜欢吃什么，或是忘记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物件，甚至可能小美想约他吃个饭，小王也会说，哎，我要加班，没有时间。那或者是小美觉得需要小王帮忙的时候，小王也会说：“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怎么不会自己来呢？”当然，小美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嘛，她会觉得说：如果你忙的话，那我就慢慢自己来，我就慢慢自己来。久而久之呢，彼此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，当初的热恋期也拉回平静平淡。那当小美什么都自己来，可能看电影也自己来，吃饭也自己来，什么都自己来的时候，发现好像我不需要小王嘞，我不需要不需不，我不需要小王再陪伴我身边了，因为跟小王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乐趣了。这是亲人吗？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，于是就开始冷处理小王。然后呢，等到小美啊发现，其实，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族群，甚至或者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可能心仪的对象时，开始产生了一个心动。那当然就跟这个心动的男主角呢，可能会开始有吃饭啊，或者是约会什么的。然后就是小美对小王这件事情已经慢慢淡掉了。当小王惊觉这件事不太对劲时，小美跟他说：“我们已经淡了，我们已经淡了，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”好，小王就开始说：“为什么我当初对你这么好，然后我对你付出这么多，为什么呢？”然后小美就说：但是曾经你对我这么好。”小王又开始说：“你忘记了吗？我们曾经在山上吹风，我们曾经夜游，看过多美的夜景，我们曾经在哪个沙滩上坐着，就是听着海浪声，就开始细数的他曾经对小美做的任何一件很暖或是很贴心，或是他自己认为很好的回忆，就是他又把过去他殷勤的付出搬出来。可是他忘记，他中间已经冷落掉小美，小美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了感觉，于是他对另外一个心仪的对象产生了心动。好，这个故事呢，你觉得我在讲感情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听起来我在讲这个故事，好像是在讲男女之间的
爱情故事。我相信这是有很多男男女女在感情上面会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当然大家会觉得说，只要我们够熟了，像亲人了，感情生活像亲人一样的时候，那些可能我曾经帮你做的小举动，贴心的暖心的小举动，我可以不用做，你也知道我爱你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我讲的这个故事，它不是只是在讲感情，它是在讲什么？它是在讲我们生活上的工作。你曾不曾为了一个工作，想要得到这个工作，然后在面试的时候跟面试的主管或者是上司讲，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，你一定会拿出你的热情把这份工作做好。但是当你得到了这一份工作时，你觉得这工作稳稳的不会漏死掉时，你的心是不是代谢了？你就认为，我已经知道这个公司营运怎么样，我知道怎么样摸鱼，所以呢，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慢慢了就是松了自己的螺丝。等到有一天要被裁员的时候，再来说，为什么我对公司付出这么多，为什么被裁员的是我？大家有想过吗？难道这些主管跟上司不会观察吗？了解吗？为什么会被裁到你呢？又或者不要讲工作哈，讲婚姻更像这个感情的故事是一样的。你认为你的老婆或是你的老公已经是既定的，就是已经有个合约了，有个纸张的证书了，你就认为他不需要你的热情款待，不需要你的暖心，不需要你的贴心，因为都是自己人了嘛，了解吗？可是当另一半如果心一冷，慢慢远离你，对你没有什么感觉时，你再来跟另外一半说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让你的另外一半越来越独立，越来越不需要你的时候，请问你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？又或者我们对亲子关系好了，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很渴望想要拥有一个孩子，那等孩子出生之后，你们一定会说，我要给他多少的爱，我要多疼他，我要怎么样对待他。但是孩子出生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孩子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子，或者说，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不会跟别人跑，他是我的。然后对他的方式可能就没有用100%的暖啊、贴心啊，就是你可能会忘了你当初你对他的爱，然后可能对他讲话粗言粗语的，然后对他很没有耐心等等。那等孩子慢慢对你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开始觉得说，为什么我的孩子要这样对待我？我对你付出这么多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，你们可能当初有了那个热情在追求，但追求到了之后呢，是不是有持续保持这样的热情？有吗？所以刚刚讲的感情故事，那是我自己乱讲的。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各种事件上面，不管映照在工作，或者是你的婚姻，或是你的亲子关系，或者是你的朋友关系，就是交友关系，都是一样的模式。你如果很想要交一个新的朋友，那你也觉得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，你当然对他就会很应和着。但是当你们成为好朋友之后，你会不会觉得好朋友就应该要对我怎么样？好朋友就开始要求变得不一样，甚至服务他的心也没有像当初这么热忱。然后等朋友慢慢远了，你才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好？可是你认为的我对你那么好是当初，但是没有持续，懂吗？所以希望大家在热情的追求之后，不要忘了，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追求到的一切，不管是男女朋友，或是工作，或是婚姻，或是孩子，你都应该这样保持热情。当然不会有那么顺遂的日子，但是是不是在没有顺遂的日子当中，我们也可以去慢慢的去检讨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就这样冷掉了。那当你冷掉之后，被切割或者是
被远离，你再来哭诉说，哎呀，对方怎么对我这样呢？其实啊，都是自己做的，自己造成的因果关系而已。所以呢，想一想，你热情的追求之后，有继续保持热情吗？今天分享到这，I love you，拜拜。